直播上头部主播炫耀卖了1个亿。我税务局、审计局查他缴税行不行？带货网红硬夸自家3无产品。我工商局、监督局抽你质检服不服？135查偷税漏税，246查假冒伪劣，周日突击检查。怎么不说话了？你们有什么心事吗？我帮扶国货却被大主播恶意打压，他们扬言我破坏规矩，要全行业封杀。联络的小主播偷偷告诉我，美妆类产品头部主播都有控价，你们定价太低，他们怎么挣钱？物美价廉却卖不出去。厂长劝我忍一时之气，我忍一时得寸进尺，退一步变本加厉，有仇必报是传统美德。平台故意制造噱头，带货直播每天随机连麦1位观众，以得到最真实的反应。当晚，我抢到了直播间的连麦资格。直播间刚打开，弹幕就立刻弹出来，今天的主角是直播一哥一姐，今年销售额榜首又是这对 CP 吧？羡慕连到的粉丝真幸运。实际上，头部主播邵良心，带货网红贾佳佳，无名网友我，3人面面相觑。厂里这么忙，你怎么来了？邵良心语气嘲讽。我真心实意，为了给你添堵。邵良心一直以为我是小厂2代，人微言轻。选品的时候试图对我动手动脚，对我一通好骂，从此结下梁子。背地里给小主播施压，不准接我们厂的单子。邵良心的笑容僵在脸上。贾佳佳优雅的打圆场，妹妹还挺幽默的。选品的时候，贾佳佳也在各种挑剔，一会儿嫌包装太朴素，一会儿嫌克数太多，购买频率低，转头就在自家直播间上架仿品，看起来世上赶得找骂。我自谦道，幽默不是我的强项。我的特长是永远年轻，永远骂人难听。小嘴开光，骂谁谁凉。贾佳佳的手指尴尬蜷缩，一己之力成功让2个人都下不来台。我神清气爽。弹幕从我开口时就井喷增长，连线的人素质真低。场内越级碰瓷大主播，强烈要求平台更换连线对象。看着直播热度攀升，平台没有出手制止，只是警告我收敛一点。我点点头，今天就把坏人收敛了。直播进行到重头戏。在 BGM 的烘托下，邵良心对着镜头煽情落泪。我能卖1个亿，是所有粉丝托举出来的。为此，我一定遵纪守法，做好表率。粉丝眼泪汪汪，刷着礼物。从第1场开始追直播，邵哥特别真诚。1个亿小目标达成，邵哥超棒。邵哥放心飞，我们做你的羽毛。温情脉脉的氛围中，我插入粉丝中间大喊：1场1个亿！税务局、审计局查他缴税行不行？邵良心的眼泪停顿了，只留下了滑稽的红眼眶。直播间陷入尴尬的沉默，路人笑疯了，笑邵一哥的表情好僵硬。天使，翅膀给你折了。已截图，这是可以说的码点 JPG。邵良心转移话题，试图给我泼脏水。我带着这么大的团队，又不像某些黑心小厂，当然有按时缴税了。粉丝反应过来，马上替他说话。邵哥业内风评很好的，有些小厂心黑还以己夺人，黑心小厂5险1金买了没啊？这样一打岔，粉丝酝酿的情绪烟消云散，纷纷敲击键盘攻击我。眼看煽情人设失败，平台示意更换策略。一向以青年创业者自居的贾佳佳面带真诚的分享做好产品背后的艰辛。我们的美妆产品每一道工序都是我亲自跟的。有一次下着大雪停电，我和助理2个人摸着产品线抽查，保证消费者收到产品的时候没有损坏。为了找到最合适的食材，我跑遍了全国，选择纯天然无污染的有机蔬果，最终做成了我们的即食产品。弹幕上出现许多好评，我证明佳佳的彩妆很好用，水果干也好吃，我已经回购3次了。自来水一直相信佳佳的品质，水军摇身变成自来水，话术整齐划一。有路人质疑太假，老板亲自摸黑抽检，职场魔幻剧。我之前用佳佳的粉底过敏了，又做美妆又做食品，品控怎么保证？粉丝立刻喷回去，你又没消费，凭什么来质疑？暴走佳佳，有人眼红了。过敏找找自己的原因，别没事怪产品。没关系，总有人不理解原创产品的艰辛。大家的批评我都有看到，我会努力给大家带来更多真材实料的好产品。贾佳佳一边安慰粉丝，一边抽奖。井号真材实料就选佳佳，井号弹幕全是抽奖口令，将质疑刷了下去。眼看就要糊弄过去，我抓住时机举手提问：工商局、监督局抽你质检服不服？这次轮到贾佳佳绷不住表情了。135查偷税漏税，246查假冒伪劣，周日突击检查。怎么不说话了？你们有什么心事吗？随后的直播卖货，他俩介绍产品，我偶尔点评几句。这个猪蹄口感 Q 弹，唇齿留香，我确实和你的手一样，上面还有毛。这款拖鞋造型可爱，抗菌防滑。人走了，鞋还留在地面上，闻讯而来的路人越来越多，成交额却纹丝不动。平台扛不住了，提前结束直播。
连麦被紧急掐断，我一战成名。当晚热搜被我刷屏，井号神秘厂长大战头部主播，井号真实的商战，井号135查税，246验货，井号吃瓜，路人纷纷围观，吵得越演越烈，好嚣张的姐，连麦互撕。此处按内娱学习，高校直播间兑现。一哥一姐惨遭从业滑铁卢，观众截了直播片段，在互联网上迅速流传。很快，邵良心请的专业水军下场了，戴着口罩，他们扒不出我的信息，就开始造谣抹黑我们厂。我是随俊，散了，就是个3无小厂，没有通过选品，对一哥一姐怀恨在心，故意上直播找茬报复。下面评论一唱一和，什么呀？我还以为纯路人，结果是私人恩怨，占用公共资源，建议封杀。估计是砸牌子，听都没听说过。粉丝报复的手段千奇百怪，私信辱骂、P 黑白图，甚至准备线下给我们厂发财树浇开水。厂长担忧我的心情，郝总，要不我们发个公告，解释清楚是他们恶意打压我们在先，实际上我看得津津有味。丫鬟为主子卖命，没有丝毫杀伤力。我让律师挨个记下，充当律师函素材。事件发酵了2、3天，我接到了综艺导演的电话，郝总，主播大揭秘直播综艺已经筹备好了，您看什么时候开播上线？我的视线扫过粉丝留言，人不红到爱蹭，等着全行业封杀吧。我把这条评论置顶，尽快邀请人员记得加上直播一哥一姐，粉丝应该想不到自己给正主送了一份大礼。帮扶国货只是我的副业，作为自带资本的行业审查官，我专门揭露不同行业的内幕，人送外号行业明灯。毕竟上一个骂我的明星已经踩了半年缝纫机了。主播大揭秘作为第一档主播真人秀，邀请了4位头部主播，一播出就空降各大平台首页。提前蹲守的粉丝们开始应援，为良心和佳佳打 call。字母夫妇今年挣的比良心多了，嘻嘻，有人在酸还是千年老二，两家粉丝在弹幕对掐互殴，现场表面和谐，私下里正暗暗较劲。邵良心先开口阴阳，哥嫂流量这么好，今年肯定是第一。字母夫妇冷笑反击，听说小邵上次直播不顺利，成交额没受影响吧？邵良心气得牙痒痒，狠狠地瞪了我一眼，顺势转移话题。有些人过不了选品，多找找自己的原因，我们主播很难的，与其追着我们跑，不如自己认真努力，好不？贾佳佳跟着讽刺我，节目组请人的时候需要加强审核人品，有的人故意蹭别人流量，毫无下限追求黑红，我正在吃瓜，却无辜被 Q。弹幕骂架暂停，炮火集中到我身上，这节怎么还在？3无产品活该卖不出去，好不要脸，又来蹭一哥一姐热度。节目组快把他赶出去！两人煽动着粉丝对我的恶意，把我赶出去的呼声越来越高。导演上场的时候，贾佳佳指着我大声说：“导演，他又不是主播，凭什么来参加节目？他不走我就不录了。”他本以为导演看在直播一哥一姐的面子上，会将这个死缠烂打的小厂二代赶出去。谁料导演瞬间黑了脸，你以为这是过家家，想来就来，想走就走，不录就把违约费给我补上，想着天价违约费，贾佳佳羞恼的闭嘴。转头却见导演对我和颜悦色：“郝总，这次节目辛苦你担任主持了。”我在这两人不可思议的目光中接过话筒：“大家好，我是主播大揭秘节目的投资人郝优谦，第1季的节目将由我来宣布游戏规则。”弹幕傻眼了，他不是厂妹吗？怎么变投资商了？小厂有这个实力还会卖不出去？我靠，是郝姐！楼上科普一下他是谁啊？弹幕有人认出了我，放上一个综艺链接：郝优谦，郝氏集团千金，又称娱乐圈活阎王，行业明灯。这是他上一次参加的综艺，一共5个人，2个进局子，一个大翻车，还有一个离婚。骂他的粉丝自求多福吧。贾佳佳有些坐立不安。邵良先安慰他，话却是说给我听：“佳佳放心，这是直播节目，我们的粉丝都看着呢，就算是投资人也不敢故意刁难你。”邵良心看不到弹幕，心里依然瞧不起我。投资人又怎么样？不过是个小厂，顶天了也就赞助这一季节目。再怎么样，他们也是直播一哥一姐，平台可不会放弃自己的摇钱树。粉丝也向他保证，行业明灯又怎样？我们遵纪守法，自然不怕。就是，郝优谦别想着公报私仇，我们都看着的。我一眼看穿了邵良心的心理活动。蠢货，资本要捧人，还不是分分钟的事？狂妄自大，目中无人，注定自寻死路。我向众人宣布游戏规则，本次游戏主题为真心话大冒险，每轮进行抽卡，其中有2张任务牌，抽中的人要根据上面的提示完成任务，不可拒绝或转让卡牌。听到是熟悉的游戏，众人放松下来，大家伙纷纷抽了卡，倒置在桌面上。邵良心开着玩笑，不会是什么说出初恋或者给通话记录第一个人打电话吧？贾佳佳撅起嘴，先说好，我的通话记录里全是外卖小哥、字母夫妇配合营业撒糖，那这游戏没什么好说的，我们就是彼此的初恋。弹幕里嗷嗷叫，磕到了 KSWL。
真夫妻就是甜，我微微一笑。工业糖精也叫甜，吃点好的吧。我示意众人揭开卡面。随着镜头拉近，游戏玩法打在了大屏幕上。第一局大冒险，抽你质检，肉眼可见的笑容从贾佳佳和字母夫妇的脸上消失了。大屏幕切到后台工作间，身着制服的工作人员正在现场拆包裹，对产品进行分类。节目组提前联系了平台，从近期直播间购买了商品的消费者处回收了包裹。所有的包裹均未拆开，保持发货状态。工作人员介绍不同的产品，主要是品牌鞋包、美妆护肤和食品这3类。我们已经安排了专业的鉴定师和检测人员负责检验。弹幕已经傻了，我靠，玩真的！现场鉴定，谁假谁尴尬。字母夫妇好像去找主持人了，贾佳佳有些紧张地看了一眼邵良兴，后者示意他稳住。字母夫妇试图说服我更改规则。我们团队有准备一份礼包，本来是打算给粉丝抽奖的。质检不如检查这份礼包，产品更加全面，也能让大家感受到我们的诚意。我摇头拒绝了，产品都是从物流直接抽取的，不允许用自己提前准备的产品替换。弹幕有人质疑，字母夫妇什么意思啊？心虚。看到瓜说他们制假贩假，不会是真的吧？无语了，我刚从字母直播间买了鞋，事情还没有定论，黑子歇歇吧。字母夫妇还没商量出解决办法，服饰鉴定很快就好了。他们根本来不及让团队阻拦，鉴定结果直接就投在了大屏幕上。阿迪运动鞋假，迪奥香水假， SKII 套装假。一份产品清单下来，10有8九都是假货。结果出来，字母夫妇矢口否认，不可能，我们直播间的商品都是保真的，假一赔10，一定是哪里弄错了，请让我们团队人员参与检验。字里行间不信任节目组请来的验货人员。被再三质疑，工作人员十分火大，直接将鞋子的大图投在屏幕上。真鞋的英文字号是等线体，假鞋的英文是非等线体，数字所用字号甚至晚于鞋子上市时间。怎么，你家的鞋还可以穿越时空，而护肤品则更离谱了？原装的瓶子回收回来，兑上普通保湿水，50元买回来，5000元卖出去，简直是一本万利。字母夫妇被对得节节败退，弹幕掀起轩然大波，图片放大能看出来，实锤了。我靠，赶上了现场吃瓜，买鞋的赚了，假一赔10呢？终于曝光了，几年前我就买到过假货。有网友爆料，几年前他在字母直播间买了一个包疑似假货，举报给平台却被判定举报不成立，小票我都留着的。这2口子是真假混卖惯犯了。曝光者还创建了词条，井号字母夫妇，假货贩子，井号许多受害者在下面贴图，证据确凿。节目组直接在大屏实时滚动播放，数量庞大，字母夫妇冷汗都下来了。一旁的工作人员礼貌地请他们下台配合调查，执法人员正在台后等待2人。银手铐在黑暗的背景下闪闪发光，弹幕觉得有些夸张，怎么银手铐都出来了？我回忆了一下法条，刑法规定，制假贩假销售金额50万以上不满200万的，处7年以上有期徒刑，并处销售金额50%以上2倍以下罚金。看了一眼还在飞速上涨的发帖数，我猜这些年夫妻俩赚的远不止200万。随即我大胆预演一下，估计字母夫妇要吃牢饭了。我逐条回复弹幕的问题，当自身权益受到侵害时，及时取证举报。电话12315专门受理消费者投诉举报。若购买到假货，还可以报警或拨打12365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平台，积极打击不法商家，维护自己的正当权益。弹幕一片点赞，记住了，知识在吃瓜的时候流进了我的脑子。拒绝忍气吞声，维护合法权益。刚才还在磕糖的粉丝流泪反省，什么都磕，只会害了自己。磕到假货了，字母夫妇被带走。我对贾佳佳笑了笑，佳佳到你了。贾佳佳身上的真丝裙子都被揉皱了，整个人紧绷着，闻言身体不自主的一颤。质检组正现场检测她旗下的美妆和食品成分安全。粉丝很紧张，佳佳不会翻车吧？我支持佳佳几年了，没发现质量问题。他家的零食小朋友可爱吃了。经过漫长的等待之后，工作人员将检测结果投上屏幕，食品检测结果合格，大肠杆菌、农药残留等低于规定数值。美妆类产品重金属含量未超标。贾佳佳松了一口气，暗暗拉踩我。我们工厂不像某些小厂，生产标准一向严格，每个季度我都会带人去全面检查一遍，请大家相信我，继续支持我的产品。既然他这么自信，我礼貌地夸一下，想必佳佳的工厂应该是国际化无菌车间的标准吧。贾佳佳得意地笑笑，是啊，有空请好老板来参观学习一下，尽早升级产业链，免得卖不出去。他还不知道，网友已经将我的身份扒了出来。现在这么说，不仅没能煽动粉丝，还让观众觉得十分尴尬。仔细看这些数值，刚刚过了及格线啊！宣传的不是孕妇级吗？现在怎么及格就行？说好事是小作坊的我笑了。
贾佳佳还不知道自己的对手是何等恐怖的存在。节目组收到消息，举手示意我，外勤组的同事发来连线请求，弹幕适时发出疑问：外勤组是什么？我向观众们和嘉宾解释，我们一部分同事正在实地考察品牌的生产厂家，并会以直播的形式向大家展示产品的生产环境。贾佳佳粉底过白的脸瞬间毫无血色，弹幕兴奋起来了，直播探工厂，节目组很有创意。还没有见过佳佳发自家工厂呢，镜头终于连上。首先出现在画面里的是一条飘满垃圾的臭水沟，而旁边就是贾佳佳口中的国际化无菌车间。贾佳佳慌乱地强行解释，都怪上游的工厂乱排乱放，我们还没来得及清理。请大家放心，这只是暂时的。弹幕静悄悄的，没人吭声。毕竟大家也不瞎，这河道的污染看起来也不像短时间内形成的。暗访的工作人员以应聘的理由进入了工厂。随着镜头移动，更多的画面呈现在大屏幕上。大门背后是堆积如山的垃圾废料，散发着发酵的味道。一辆辆货车从后门进来，输送成箱的蔬果。工作人员上前一看，直接皱眉。青菜蔫巴巴的，水果更是遍布黑点。工头，这还能吃吗？负责卸货的工人毫不在意，吃不死人就行。老板卖的是蔬果干，放进烘干机都一样累，越往里走越是触目惊心。号称臭氧消毒的一次性内衣裤随意堆在满是尘土的地面，美妆是低价收购的三无拿来贴牌，宣传的昂贵成分一个都没见到。整个厂房脏乱差，和国际化大厂毫无关系。事实摆在面前，任何的解释都显得苍白。弹幕直接爆炸了，所谓的健康有机产品就是这些厨余垃圾，难怪会过敏，不过敏的才是天赋异禀。刚刚还在为你说话，我像个傻子，去和字母夫妇坐牢吧。退钱，画面实在太有冲击力，很快这段暗访冲上热搜，大量的粉丝涌入平台退款。贾佳佳的团队无力招架，只能先关闭窗口。退款无门的消费者情绪激昂，用刚刚学到的方法拨打质检局电话举报。平台立刻发出声明，先召回问题产品，并对消费者予以3倍补偿。而贾佳佳的个人账户迅速掉粉，即便他之后还想继续直播，也没有机构会和他合作了。质监局也发布声明，表示已经关注到此事，将会严肃处理，追责负责人。贾佳佳跌坐在椅子上，面色灰白，他彻底完了，慌张地说道：“少哥，怎么办？”贾佳佳企图拉着邵良心求救，却被毫不留情拨开。佳佳，我不知道你的工厂是这种情况，早知道我就劝你整改了。我相信你人不坏，不过你还是先配合质监部门调查吧。邵良心3言2语将自己摘出来。弹幕毫不留情的嘲笑 CP 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刚刚粉丝还在夸国际大厂，转头就打脸了。自己不行，别想拖邵哥下水。有清醒的路人指出漏洞，邵良心和贾佳佳一直是合作关系，产品有问题他会不知道。邵良心挺冷漠的，出事了不管不顾，先把自己撇清。粉丝自发找好了借口，邵哥只是和他合作过几款商品罢了，并没有深度绑定。炒 CP 是平台行为，他俩没有任何关系。出事了不跑快点，难道等着背锅吗？邵良心一副急忙甩开累赘的样子。贾佳佳本就摇摇欲坠的理智彻底崩溃，转头冲我大吼大叫：“你现在得意了？不就是没检查到你？谁知道你们家那堆破烂东西是从哪个垃圾堆捡回来的？说不定还不如我。”我看着他，只觉得荒谬。物美价廉的国货被打压，滥竽充数的贴牌却大行其道。口口声声创业不易，要为大家带来真材实料的好产品，却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成天只想着抄袭和以次充好，换个华丽的包装就能卖出高价，欺骗消费者。不以为耻，反而沾沾自喜，这样的品牌迟早会倒闭。我示意导演切入另一组外勤，那就一起看看吧。你口中的三无厂家到底是什么样子？镜头隔着玻璃对准了车间，身着无菌服的工作人员向大家解释，这边是无菌车间，所以我们从外面进行拍摄。这里的灌装线都是无菌的，为了减少污染，包材也用的真空瓶，画面放大能看到流水线上一个个土土的小白瓶，上面印着友谊2字。弹幕惊讶回复：友谊是我小时候用的，好多年没听说了，想不到还在呀。我妈妈现在还在用友谊的面霜，她皮肤比我好多了。强烈安利友谊，冬天皮肤皲裂，我涂1晚上就好了。没想到贾佳佳说的三无是友谊，这可是国内最早引入家化生产线的老牌国货，他才是越级碰瓷了。厂长在镜头面前有些拘谨。说起现状，他深深叹了一口气，其实我们本来快支撑不下去了。厂里大部分都是中老年人，现在的电商啊、直播呀，我们不太会弄，东西都是好东西，可卖不出去，我心里急呀。有人建议我们找大主播推广，可是佣金实在太贵了，要抽80%的佣金，我们根本拿不出这个钱。厂长说着说着抹泪，要不是郝总投资，我们可能就要被收购重组了。
他教我们做直播、开店铺，现在厂里新来了一批年轻人，都在和郝总学习呢。他兴致勃勃地带着工作人员到处转悠，一路上遇到的员工都热情洋溢地和他打招呼。每到一个车间，他都仔仔细细地介绍生产过程。整个工厂不大，却整洁有序。观众在厂长的介绍中，更多地了解了友谊的背景，知道了每个产品的具体成分和功效，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这不就是现在很火的成分精简概念吗？这才是认真做产品的态度。便宜又好用的产品不应该被忘记，我马上下单支持。正好用贾佳佳的产品过敏了，换友谊的试试。工作人员将弹幕念给厂长听，头发花白的厂长急了，有需要才买呀，别买太多，产品都有的。谁知道电商部的年轻人在隔壁大喊，卖完了，快下架。发生什么了？1秒售罄，火了，我们火了，厂长都惊呆了。弹幕哈哈大笑，厂长怎么卖完了？给国货一点小小的震撼。友谊诺，我火了，厂里手忙脚乱，连线被切断。现场的贾佳佳已经呆滞了，谁能想到他万分嫌弃的产品竟然是老牌国货。他本来是想看好优谦笑话，一个小厂的车间环境能有多好，大家还不都是得过且过，敷衍了事。结果自己反而为他帮了大忙。本来友谊就口碑好，有情怀有质量，现在销路打开更不愁卖了。贾佳佳开始痛骂邵良兴，都怪你，要不是你说他们家是3无产品，我才不会错失这个机会。要是当时他和郝优谦合作推广，而不是仿制出来一个4不像，也许今天就不会在全网面前社死得如此彻底。邵良兴脸色也不好看，本来郝优谦是投资人已经很打他脸了，现在发现对面根本不是什么小厂，他的脸火辣辣的疼。我重新洗牌，将卡牌推到他面前，邵主播，下一个就是你了。邵良兴谨慎地抽了一张牌，小心翼翼地翻过来，随即松了一口气，将牌摔在桌面上。茶水，你来查吧，随便查，姿态有恃无恐，十分嚣张。路人很不满意，邵良兴好狂啊！字母夫妇倒了，贾佳佳凉了，现在直播头部只剩他一个人了。怪不得一副能奈我何的样子，只要不犯大错，平台都会保下他。粉丝倒是很吃这一套，说明邵哥清清白白，根本不怕。只有心里有鬼的人才紧张。我示意审计人员对他的财务进行核查，看到结果，我眉眼一沉，果然邵良兴早有准备。我如实的宣布结果，邵良兴于前日自查补税2500万元，无法证明具有偷税的主观故意，不认定为偷税。邵良兴冲我挑衅的笑笑，然后对粉丝卖惨，之前的财务瞒着我私吞了不少款项，我发现之后马上自查，就算是借钱也要把税务给补上。好在没有让人误会我，现在那位财务已经被拘留了。邵良兴无比庆幸自己的决定，还好他隐隐觉得不对，先把漏洞补上了，为此还给了财务一笔封口费。现在人证全无，郝优谦根本没办法找到自己的过错。想到这里，邵良兴有些得意，以后他就是唯一一个头部主播了，钱只多不少。谢谢郝总给我这个机会证明自己，日后我会继续努力，不让喜欢我支持我的粉丝们失望。粉丝们齐声欢呼，恭喜邵哥远离小人，一哥不愧是一哥，有邵哥在，就可以最低价薅羊毛了。导演将弹幕切到大屏幕上，邵良兴双手合十，态度诚恳，我向大家保证，在我的直播间永远可以用最低价格买到品牌产品。我打断了他的惺惺作态，是你的价格最低，还是你不允许别人比你低？弹幕又掀起对我的攻击，邵哥这里就是全网最低价呀，每年购节我都对比了，邵哥最良心。郝总，你有钱就别剥夺我们羊毛党的乐趣了吧？我摇摇头，所谓的最低价不是说它的价格最低，而是品牌给其他所有渠道都不能比它高。本来一瓶洗发水只用卖50元，但是他要卖79元，还要打包3瓶一起卖，其他所有人都不能低于这个价格，消费者到底是亏了还是赚了？弹幕回过未来，是啊，本来购物节实体店的促销比线上还便宜，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没有了。老网购人发言，以前旗舰店经常有神价券出现，能够用特别便宜的价格在官方买到商品。自从主播控价之后，再也没有神价了。这算不算垄断啊？眼看弹幕从夸赞转变为讨论控价行为，算不算垄断？邵良兴开始慌了。终于有博主站出来实名爆料，我作证，邵良兴不仅强行和品牌签约最低价协议，还会威胁小博主，但凡价格比他低的，统统被举报。品牌方也不能再和这些小博主合作，否则就会被团队网暴。他贴出来许多记录，里面记录了被邵良兴团队打压的全过程。小博主们根本没办法应对邵良兴的专业团队，许多人接不了单子，被迫转行。他对着镜头大声质疑邵良兴：“你所谓的最低价不是最低价格，那这差价究竟到哪里去了呢？”弹幕热烈讨论，原来低价是这个意思，一家独大呀。这么说，没了它反而更便宜，不少人持反对意见。可这是商家自己的选择呀，既然和邵哥签了协议，那就不能有比他更低的价格。赞同，如果不满意，完全可以不和邵哥合作，双方各持己见，难以达成平衡。
邵良心试图解释，我都是为了你们好啊，多亏了我才把价格打下来，不是吗？弹幕越吵越凶。最后一条弹幕置顶飘红，我只关心怎么买最便宜，谁更便宜我就支持谁。爆料的博主被顶上热搜，很快上万转发。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思考头部主播对市场价格的垄断有利还是有弊。不少法律界的人士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反垄断法第6条规定，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经营者不得滥用市场支配地位，排除、限制竞争。个人认为，邵良心等头部主播强制要求全网最低价的做法，是涉嫌与交易相对人达成并实施垄断协议行为的，风评逆转。刚刚还在为一个身份自满的邵良心，瞬间陷入违反反垄断法的漩涡之中。邵良心终于明白了贾佳佳的感觉，都怪你，要不是你故意引导，大家怎么会往垄断方向去想？他恨不得过来掐死我。不是你多行不义必自毙，我公开证据细数他和贾佳佳对友谊的打压，你误以为我们是小厂，提出天价坑位费，威逼不成，还试图骚扰我，这是其一。之后你强制小主播不能和友谊合作，企图封杀我们，这是其二。不仅如此，你还让贾佳佳抄袭我们的产品，最后在直播间高价卖出。要不是我注资及时，早被你们逼得走投无路了。我质问狼狈为奸的两人，这么熟练的手段，你们到底逼死过多少兢兢业业做研发的小品牌？能有今天是你缺德的。贾佳佳抓住时机，准备拖邵良心下水。两人相互指责，抖落出不少阴私内幕，全被直播间记录下来。平台出于自保，将他所有的直播回放统统隐藏，却挡不住路人在他个人账号下的评论和质疑。反对垄断的热度越顶越高，当地的市场监督管理局作出官方声明，将会对邵良心团队及背后公司进行反垄断调查。节目结束了，他俩的直播生涯也到头了，说不定都得去牢里和字母夫妇作伴。我目送两人被带走，导演感叹：郝总威力不减，这次送走了4个。我谦虚的摆摆手，还是嘉宾选得好，方便一网打尽，观众看得很过瘾。先训娱乐圈，再训直播圈。郝姐，不愧是你，行业明灯出手，必然精品。以后郝姐改名叫无人生还。趁这个机会，我打起了广告。国货有很多好产品，因为缺少渠道无人问津，在这个高速发展的时代，我们需要给他们一个被看见的机会。之后我会成立一个公益平台，专门为国货提供电商渠道，有需要的厂家可以联系我，也欢迎各位观众多多支持。在众人的支持声中，节目落下帷幕。帮扶国货的工作还在继续，我建立的公益平台意外得到了许多知名品牌的支持，在他们的帮助下，我联系上了许多冷门的国货品牌。一时之间，井号国货、号国货、井号国货、团结井号类似词条出现在大众视野当中。人们第一次发现，许多存在于童年记忆中的国货，几十年来一直在坚守，从未放弃。平台第一次试营业时，总营业额突破了100万，许多国货品牌方都湿润了眼眶。对他们来说，电商平台不再是阻挡他们的障碍，而是一个崭新的市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愿意了解国货，选择国货。传统的品牌焕发出新的魅力，不少厂家推出了联名款，合作共赢。消费者们纷纷留言，换成国货后知道了什么叫做物美价廉，对钱有了新的概念，原来10几块钱就可以买一大堆洗衣粉、香皂和牙刷。谢谢一直在坚守的国货人，你们的诚意，消费者都感受到了。许久之后，我在新闻上看到了几位主播的消息，字母夫妇因为造假售假数额巨大，处15年以上有期徒刑。贾佳佳因生产销售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的国家标准产品，被责令停止生产销售，并处以违法所得金额的3倍罚款。而关于头部主播是否违反反垄断法的争论依然没有结束。不过，邵良心本人风评跌落谷底，需要赔合作方一大笔违约金，把这些年挣的钱吐出大半。消费者开始反思，不再追求去大主播直播间薅羊毛囤货，而是因需消费，买完就走，不搞粉圈那一套。我心血来潮，登上大号浏览评论区，被问最多的就是我什么时候再去霍霍下一个行业。吃瓜人郝姐范，郝姐，下一个是谁呀？360行，行，需要郝姐。行业明灯，照亮吃瓜人心门。老实说，我自己也没想好要干什么，索性给他们挨个送了一套国货大礼包，叫他们不要胡思乱想。毫不意外，得到一片哀嚎。粉丝们喜欢把我当树洞，升学考试、恋爱烦恼都发私信，我也没阻止，只是定期上来清理一下。清理私信的时候，突然发现一个眼熟的 ID， 是实名举报邵良心的那个博主。我点进私信，好有钱，博主你好，谢谢你给了我一个举报邵良心的机会，让我能够为许多小博主发声。现在我继续深造了，读的是法律专业，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希望我能够自己拿起法律武器，勇敢地为自己和他人维权。前路漫漫，这是属于我的旷野，我给他回了一个爱心。
我想，我也该去寻找属于自己的旷野了。晚安。